公元228年冬天，曹魏将领曹休在石亭被东吴将领陆逊击败。诸葛亮得知魏军大举东进，关中兵力空虚，于是写信给齐勋诸葛瑾言道：有睢阳小谷，虽山崖绝险，水中浑，难用行军。其罗后往来，要道通路。今使前军着至此道，已向陈仓，足以攀连贼势，只不得分兵东行者也。随后，诸葛亮率数万大军沿陈仓道出兵，包围陈仓。虽然陈仓当时守兵仅1000余人，但郝昭已筑好防御。诸葛亮曾派郝昭同乡靳祥多次到城外劝降，然而郝昭坚决拒绝。于是诸葛亮挥军向陈仓城发起进攻。公元228年冬，汉军大军进攻陈仓，人方使用云梯和冲车攻城，郝昭则用火箭射击云梯，但云梯被点燃时，梯上的士兵被烧伤，同时还用绳板石木从城上丢下，压毁冲车。诸葛亮于是改用锦囊，从100尺开外向城内射箭，同时掩护士兵填平护城河，企图直接攀城。但郝昭在城内修建了内墙，使锦囊失效。诸葛亮又挖地道欲突袭，郝昭则在城内挖横壕沟阻挡地道。由于曹魏早已在陈仓做好充足准备，加上陈仓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双方激战20余日，仍未分胜负。随后，曹真令费耀自关中西部赴陈仓增援，魏明帝曹睿又自洛阳调张合入关迎击诸葛亮。此时汉军粮草告急，又传来魏援军即将到达的消息，诸葛亮只得沿陈仓道撤回汉中。在退军途中，汉军成功斩杀了前来追击的魏将王双。公元229年春，诸葛亮派陈氏一说陈介进攻武都阴平，曹魏大将郭淮率军来救，诸葛亮则在建威驻军牵制郭淮。魏军见汉中主力到临，紧急撤退，汉军顺利占领两军。诸葛亮安抚当地的敌人和羌人，留下兵力据守，自己率军返回汉中。因成功夺取2郡，刘禅再次恢复诸葛亮为丞相。到了冬天，诸葛亮将府营迁至南山下的平原，修筑汉乐2城，加强汉中的防守。建兴8年，公元230年7月，曹魏打算由守转攻。大司马曹真上表伐蜀，但司空陈群认为斜谷险阻，难以进退，于是曹真率主力改由子午道进发。大将军司马懿则乘汉水而上，欲与曹真会师汉中。张合乘包斜道进军，直指汉中。诸葛亮得知魏军来袭后，立即加强城固、翅膀等要地防守，并命李严率2万人赶赴汉中阻击，同时表李严之子李丰为江州都督，负责防卫后方。曹军前锋夏侯霸先一步进至信市，在曲折谷中扎营，被蜀地百姓发现并指示汉军攻击。夏侯霸在鹿角间苦战，直至援军到达才得以解围。因蜀地地形险阻，期间连下30天大雨，栈道断绝，曹真用了1个月才走完一半路程。在朝中，华歆、杨阜、王肃上书劝魏明帝撤军。至9月，3路大军接到诏令撤退。同年，诸葛亮派魏延、吴懿入南安，于阳西大破魏将郭淮、费耀等。建兴9年，公元231年春天，诸葛亮趁曹魏雍凉地区半年未下雨，再次北伐。他用木流运粮，包围岐山堡，并在岐山堡东北修建鲁城，作为蜀军大营。同时，诸葛亮还招揽鲜卑人柯比人，柯比人起兵至石城，响应汉军。曹魏方面，由于大将曹真病重，曹睿改派司马懿为统帅，屯驻长安，带领张合、费耀、戴宁、郭淮等人抵抗。司马懿先派费耀、戴宁率4000精兵前往上邽防守，自己则率其余兵力随后前进。张合认为应分兵驻守雍地眉县，但司马懿觉得分兵不如集中主力有利，于是继续向西前进。
诸葛亮得知后，留下王平继续率军攻打岐山堡，自己率主力北上上邽。到达上邽附近的麦田后，他没有等待收割即将成熟的麦苗，只对麦田进行了删除破坏。据《汉晋春秋》记载，郭淮带领为保护麦田，仅率4000人主动进攻诸葛亮主力，但被诸葛亮击败。不过这一说法不为正史所载，4000人主动进攻主力也颇令人费解，因此此说存疑。司马懿的军队为保护麦田，日夜兼程，抵达上邽之东。司马懿深知汉军远道而来，粮食补给困难，加之魏军经过通宵达旦的行军，已疲惫不堪，于是凭险坚守，不轻易出战。诸葛亮只好回军鲁城，未能彻底破坏上邽麦田，使这批粮食成为魏军对峙汉军的重要资本。但值得指出的是，诸葛亮此一战略行动仍迫使魏军陷入极度缺粮状态。司马懿、郭淮等不得从关中调运粮食，甚至争取羌胡的粮谷。事实上，初来乍到的司马懿也确实曾采取过进攻态势，但效果不佳，于是随后改为防御。司马懿进军鲁城，却选择登山绝营，与汉军对峙，并不轻易交战。张合认为蜀军长途来袭，孤军实少，必然想速战速决，因此主张以大军屯于此地，再分骑兵包抄蜀军，截断其后路。但司马懿并未采纳，魏军将领数次请战，司马懿都不允许。诸将十分不满，甚至讥笑他攻魏蜀如虎，奈天下萧何。对峙一段时间后，诸葛亮撤出对岐山的包围，将全部军队集中在鲁城。司马懿派张合打通与岐山堡的联系，并命他攻鲁城以南的王平，由暗中道逼汉军，自己则率众进攻鲁城以北的诸葛亮主力，试图用钳形攻势击败诸葛亮。诸葛亮派大将魏延、高翔、吴邦分3路作战，大败魏军，斩获蜀皮3000，缴获战利品玄铠5000，缴虏3100担。汉晋春秋中有鲁城之战的记载，同时与《三国志·王平传》相互印证。9年，亮为岐山，平别守狼围，魏大将军司马宣王攻亮，张合攻平，平坚守不动，和不能克。6月，诸葛亮见粮草坚硬不上，又接到后主刘禅下令北伐军撤退的圣旨，只得引军退回。司马懿命令张合追击汉军。张合认为为师必却，归师勿遏。眼见张合不赞同追击未被打败而主动撤退的汉军，司马懿仍坚持让张合领兵追击。张合无奈前往，结果在木门道，张合被埋伏在高处的汉军射中右袭，伤势严重，不久病逝。第4次北伐之前，诸葛亮派李严与汉中督粮草，担心出问题，于是给他3种选择，让他便于行事，上计断其后道，中计与之持久，下计还驻黄土。后来李严担心粮运不济，派马忠、陈蕃传旨要诸葛亮撤军。诸葛亮回来后却反问他：军粮饶足，何以便归？另一方面，李严又向刘禅上表，军委退，欲以诱贼与战。他想用策略欺骗刘禅，同时推卸责任给陈述。诸葛亮无需调查，直接出示李严之前手书，前后明显不符，李严无话可说，被贬为庶人。建兴12年，公元230年春，诸葛亮经过3年劝农讲武的准备，再次率数万大军从斜谷口出发，同时派使臣到东吴，希望孙权能同时攻魏。4月，汉军出斜谷，到达眉县，在渭水南岸的五丈原扎下营寨。司马懿则判断，亮若勇者，当出武功，依山而东；若西上五丈原，则驻军无事矣。于是率领魏军背水逐营，打算以持久战消耗蜀军粮食，逼汉军自行撤退。魏将郭淮认为汉军必会争夺北原，司马懿认同，便派郭淮先行防备。果然，汉军抵达北原，却被郭淮击退。
诸葛亮考虑到前几次北伐都因运粮不济而功败垂成，于是，在魏兵的居民之间屯田，生产粮食，百姓安居如常。同时，孙权也响应蜀汉，亲率10万大军北上攻魏，但被魏明帝曹睿亲自率军与合肥新城击退。曹睿亲征破退吴军之后，有人建议他到尚未分出胜负的西线督战，曹睿却说：“全退亮党坡，大将军以自治，无忧矣。”可见，相较于东吴孙权，曹睿对诸葛亮北伐的重视并不高，北伐对曹魏的实际冲击可能有限。不过，这一记载也有另一种解释：魏明帝对司马懿及其坚守战略颇为信任。毕竟司马懿是魏国最有军事才华的将领，而他的防守策略确实有效阻遏了诸葛亮的进攻。如果连司马懿都挡不住诸葛亮，那么即便魏明帝亲征，也未必能发挥多大作用，反而可能干扰司马懿的指挥。于是诸葛亮派虎部监孟延驻守武功水，经其三县石头河东，恰逢水涨，阻断了诸葛亮和孟延的联系。司马懿趁机出兵进攻孟延，诸葛亮一边派工兵架桥，一边派弩兵射击司马懿部队。司马懿见桥快架好，只好撤退。另一次，诸葛亮采用声东击西之策，欲调离魏军攻下阳睢，却被郭淮识破，魏军提前布防，进攻失败。魏汉两军在五丈原相峙100余日，期间诸葛亮多次派人挑战，但司马懿的军队始终坚守不出。随后，诸葛亮故意让人送去一套女子衣服和头巾，暗示司马懿像女人一样，想用激将法激他出军，攻入自己布置好的阵势。司马懿明白诸葛亮千里来攻，却不打魏国城池和部队，只是想引诱魏军主动进攻，因此西上五丈原，诸军无事，坚决不出击。魏军将领见状火冒三丈，纷纷要求出战。司马懿为了搪塞，只好假意上表魏明帝请战。曹睿于是派魏尉辛毗为军师到前线节制司马懿。诸葛亮清楚将在外，军命有所不受，知道这只是做样子而已。而司马懿则通过诸葛亮派出的下葬使者，探得诸葛亮事事亲力亲为，操劳繁重，便判断诸葛亮活不了多久。8月，诸葛亮果然因积劳成疾而病倒，病情日益恶化。诸葛亮病重的消息传到成都，刘禅派李福去探望诸葛亮，并询问此后国家大计。诸葛亮并未让军中2号人物魏延参与移民部署，只是要杨仪和费祎统领各军撤退，由魏延降为负责断后，由此引起了魏延和杨仪的火并。不久，诸葛亮在五丈原军营中与世长辞，而杨仪姜维按照诸葛亮临终的部署，力不发丧，整顿军马，从容撤退。司马懿听说诸葛亮已经殒命，率军追击，姜维击鼓整军，做出进攻的样子。司马懿不敢贸然进攻，蜀军于是从容退入斜谷，直到进入安全地带后才正式发丧。这件事后来流传为民间谚语，此诸葛走深中打。司马懿听闻蜀军在斜谷发丧后，也自嘲道：“虎变料生，不变料死，故也。”此后，司马懿虽然不完全认同诸葛亮的军事才能，说他自大而不见机，参谋而少决，好兵而无权，但巡视蜀军遗留营寨后，仍叹服诸葛亮的治军和布阵之才，感叹道：“亮真天下奇才也。”